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希望大家在季节的变换呢、斗转星移、新鲜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把能量集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去体验这一个过程。不管这个过程是好是坏哦。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看前世对今生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关于爱情、灵性和财富生活等等，突破课题的关键是什么？宇宙和指导灵又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关于前世今生的主题，其实在频道当中，对专题其实很少做，有可能在频道的开始之初，我们有看过你和某人的连结或前世经历过什么，又给这一世带来什么样的课题。那其实前世和今生存在嘛，有可能在我们的其他占卜当中，几乎每一期我们都会提到前世的影响或者说这一世我们应该去突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等等啦。因此今天呢，我们会专门的通过卡牌来帮大家看一下你的前世带给了今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我们在爱情方面的，我们在灵性方面的，我们在财富生活，或者说我们去跟周围的人处理人际关系，跟原生家庭人处理原生家庭的关系等等这些影响是什么样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突破这些课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会问：前世真的存在吗？或者说，我为什么没有记忆呢？或者说我真的可以去记起所有前世的事情吗？我可以去 access 到我的阿卡西吗？前世确实存在当然在 Starseed 的视角，或者说我们目前面对这个灵性体系和宇宙的过程里边，它一定存在，前世存在，我们的未来也存在，平行宇宙也同样存在。在这个宇宙的大爆炸开始之初，在我们的灵魂被创造的之初，一切都已经存在。所以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在3D 世界的体验，我们整个人其实都是奇迹和非常美丽的。那真正的回想起所有的前世，或者说真正的知道了我们人生的内涵，或者说去了解我们所有的阿卡西，它重要吗？其实对于 Starseed 来讲，我们应该尊重当下的这一个过程，尊重我们的不知道，也尊重我们的某一种无知。这种无知的体验其实并不是愚钝的，相反，我觉得它是充满智慧的。因为这背后一定有我们的高我，或者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制定好的课程和计划，它一定有它背后的意义。所以呢，其实大家不用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特别是在对待之前，有可能之前是我们经历过的，有可能之前是我们人生或者说整个灵魂的某一页，但是当下我们可以决定和书写的是当下的这一页，是我们的今天，或者说是我们的明天，对吗？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相信你们的灵魂是被宇宙母亲，会被你们的祖先、你们的指导灵、你们的高我深深爱着的。然后在这个宇宙当中，你们一定不是孤单的，也不是没有来处、没有去处的，这样就可以了。那在今天我们的占卜里边呢，要帮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那话题收回来，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占卜，帮助大家去寻找到你们内心当中真正的能量，以让我们未来有更高的幸福，去实现我们真正人生的这一个课程为我们的目标点来做我们今天的解读，希望传达宇宙以及祖先和指导灵和高我的爱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感恩宇宙 ，Starseed 也感恩大家。由于大家可以来到这一个频道，我们的卡牌当中才会出现大家的能量，因为这一切也已经是一个注定。感恩。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那在选牌开始之前，同样我们用这个 Sing Bone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宇宙的声音，让它带给我们一些自然的疗愈，以及带给我们片刻的安静，让这一份安静走到我们的心轮深处，帮助我们连接到属于我们的能量。好 ，OK，让我们调整呼吸，放松心情，来听一下宇宙的声音。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好，下面呢，我们开始今天的选牌。那在我面前是3张已经抽好的神谕卡，大家可以根据卡片的位置来选择。那今天呢，我们的参照物也是天然石。天然石有不一样的形状，有不一样的颜色。那大家想必在刚刚的这个前言当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倾向。那我帮大家把每一颗天然石拿进一些，供大家来进行连接和感应。好，我们的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樱花石，因为这是一个在日本樱花开放的时节啊。今天录影片的时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然后对，在东京很多樱花都已经绽放了。樱花石，它上面的这个纹理确实是比较像是淡雅的樱花的颜色。好，这是第一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第二副组牌。绿欧泊，它颜色太可爱了，好像是一颗蛋，对，我们可以想象的当中正在沉睡着一只，对，淡绿色可爱的小鸟。好，绿欧泊，上面有一些斑点，这个斑点其实透明的茶色，因为大自然的造物真是相当的精美，相当的精妙。好，这是第二颗，第三颗天然石是天青石。它是灰蓝色啊，这个 Mizero Boy 就是水蓝色的结晶，好，凭借着第一直觉选择一副吸引到你的组牌牌面或者是下方的天然石，大家放松，不要紧张，这是一个锻炼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受以及肯定我们直觉的过程，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放松和体验这个美好的过程吧。想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所有卡牌已经抽好了。今天呢，花了一些时间帮大家抽好了所有的卡牌，然后也在这当中去 channeling 了大家的能量。我感受到了非常饱满的灵性的内涵，我感受到了你们来到宇宙那种被爱和被包围的能量，我也感受到你们精神深处对待这个宇宙非常虔诚的尊敬。你们呢，在世世代代都是去service 这个宇宙的，你们是宇宙的使徒，或者说是你们是带着宇宙的爱来传递给这个人间的人。我们看一下啊，大家今世的能量，再看一下大家前生的能量。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有非常强的这个 divine feminine 啊，神圣女性的能量，无论男生女生，你们的阴性能量都很强。阴性能量当中也包含了你们的灵感和直觉。在今天我们抽到的神谕卡当中呢，我们看到2颗圆圆的月亮，代表了啊，你们来到这一世是在做一个完成和完整。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灵感和直觉有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你们有可能能够去感受到周围的那个情绪和周围的那个讯号，给予你们非常强烈的影响。有很多人，你们的直觉很准确，同时你们的情绪也会容易波动，就是超敏感人群啊。很多人有可能你们是这个 indigo，靛蓝小孩，对吧？indigo 深蓝小孩，或者说一部分朋友你们是 crystal 水晶小孩。我感觉到其实你们来到这里并不是那种像 rainbow 啊，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些 rainbow child 已经出现了啊。rainbow children 是2000年代新来到这个地球的小孩，他们也是非常灵性的小孩，有可能要去共建一个新的世界。那在这之前，有可能70到80年代这个 indigo 出现的就比较多。那随之呢，80到90年代就有很多 crystal 水晶小孩出生了。你们很多人，我感觉都是带有宇宙的灵性，或者说你们带有一些残存的记忆到来的。你们对于天象特别的敏感，
有可能从小你们就很喜欢占星、神秘学，你们有可能的情绪会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产生变化。当你们呢真正的去感受自己，或者说当你们真正的去 channeling 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在梦境里边等等，你们都会感受到你们有强烈的责任感，想要去完成什么，这是你们潜意识残留的课题，你们非常的需要给自己更多的关爱。有很多人，当你们受到周围人的情绪的波动和波及的时候，你们的情绪会高低起伏，甚至说不清楚为什么，你们容易被周围人的情绪所带动。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三维事业当中，其实一部分的时间你们是比较难以去飞练，就是说去融入啊，或者说融入大部分的集体，因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能量有可能都会给你带来很多影响，有好的，有坏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就是这一种像水晶一样的存在，这种存在代表了拥有在你们在的地方，其实就有一种圆满，在你们在的地方，你们可以照亮很多人，特别是你们情绪上给予人的那一种安抚。有很多人，你们天生就具有一个疗愈的能量，但是你们却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容易受到周围的影响和干扰。那这样的话，一部分的朋友就会深深的，比如说融入社会活动、融入他人的时候，随着年龄的成长，你们会深深的把那个最敏感脆弱的，也是最有直觉力的自己给保护住。我们今天抽到这个精灵卡，我们今天抽到了一张结界的牌，也就是说，你们周围有精灵在保护你们。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森林精灵正在把这个小独角兽啊，深深的，就是说轻轻的保护在一个结界当中。大地的母亲或者说宇宙，对，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里的啊，都正在保护你。那希望把你保护的好好的，因为你们的能量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世你们非常的需要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情绪。还有就是你们来到这一世呢，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2颗满月，这有可能是你们的最后一世了。你们要去完成某一个课题，进而离开，或者说进而去其他的维度和其他的世界去做下一个课题。有很多人，你们有可能是这种，对于占星和宇宙有着深刻的爱的人，因为你们就来自于宇宙当中的某一个星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mirror 当中，这个 mirror magic 的镜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宇宙，我们可以看到星云，可以看到群星的闪烁和运作。虽然你们生长在地球啊，就仿佛你们是一颗会思想的芦苇一样啊，你们站在万物当中，但说实话，你们身上的能量足以照亮你们的周遭啊。我感觉你们的灵性已经成熟了。当你们觉醒的那一刻，我觉得你们能量非常强。原因来自于什么？我们看大家的前世啊，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Biblical and High Priest Word High Priestess。这副牌的朋友很明显，我感受到你们是祭司或女祭司来的，而且你们有可能对于宗教的典籍，特别是圣经当中一些故事，非常的有感受。你们是天然的相信的，并且天然的，你们就对此有更高的一些理解和感悟，因为你们真正的是在那个故事里的人，你们经历过那一世，是追随过耶稣的，你们看到了那一个过程，你们看到了奇迹和神迹，同时你也看到了耶稣受到折刑那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对于你们的精神是有伤害的，有可能你们在那一刻深深的屏蔽了自己灵性当中的一些感悟、理解，或者说你们把自己的天线直接折断了，藏在了你们内心深处。有很多人，你们看到自己深爱的导师，或者说你们自己如果是祭司或女祭司的话，也曾经受到过宗教审判等等的刑罚。所以说，其实你们很审慎的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的圣洁、尊重以及忠诚于你的誓言。但同时，你在内心深处总是会感觉到，在这个三 D 世界里边去做这件事情，去展开你们的能量，去帮助众人、救赎众人，是多么的困难。你们对人有爱，也有恐惧，所以你们要把自己灵性的能力和能量，在每一世逐渐的隐藏了起来。你们融入了3D 世界的生产和生活，这有可能是你们灵性的一步，因为你们想要去更多的体验，而且有可能你们也是神指派来到这里的孩子，所以你们需要把你们的爱和你们的灵性能量
舒展以及散发给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其实你们有，就是说超能力吧，比如说透视能力，比如说你们的感知能力等等，其实都很强。但是由于你们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挫折，由于你们不被信任，甚至你们被很多体系去，比如说，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有一些世代有可能是政治，有一些世代有可能是历史的啊宗教等等，有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甚至不太相信人，也不太相信于人的感情。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前世也告诉了你们，你们需要把自己的能量拿出来，甚至你们也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约定，比如说你和高我，对，制定了这样的灵魂计划。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世当中，你们更多的是想要去做一个完成和完整，完整你们这的所有的过程里边的这一个终结的课题，或者说完整它最后的一层，不管这一层里边你们是在用什么方式去生活，用什么方法去生活。我觉得你们其实很受眷顾，我感觉到有很多人，你们有可能天然的就会有一些能力，或者说有一些好运，或者说因为你们的宗教信仰给你们带来了一些福报，让你们在这一世去体验了更多或体验了更新的东西，或者说它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必须要突破的课题。那这些课题对于你们来说，有可能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我们知道，突破每一个我们灵性的课题，甚至通过我们内心的模考都是非常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能够支撑你们的，以及能够给你们以智慧的，就是宇宙和你们的神灵、你们的指导灵给予你们真正的爱。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神谕卡。下面我们通过塔罗牌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前世对于今生的影响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通过这一张卡牌的解读，相信已经有一个轮廓了。大家的前世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到 Magician and Ace of Swords， 也就是说，你们曾经死过，你们曾经也活过，你们有可能曾经孤军奋战的去体验过，有可能是灵性修行，有可能是你们作为这个灵性体系当中的传播者，或者说是信奉者，你们要做很多关于自己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其实你们在前一世生活一直是蛮安稳的，有可能你们的前世，我们第一张看到一张的 Death，你们就带有了前前世或者说之前的一系列的经历，给予你们的那一些能量，甚至是某一种记忆。你们会把这些记忆啊，就是 memories，深深的烙印在你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说记忆这个东西存在吗？说实话，它在我们的 DNA 深处啊，它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灵魂本身就是在无限的，就是在其他的维度当中可以无限扩展的。对，所以因此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发掘，还是一样，我们不需要一定去发掘它，因为那累世的记忆，我觉得第一副组牌，特别是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其实非常的痛。大家体验过，比如说我今天感冒头很痛，或者说我今天摔伤了我的关节很痛，那种感受吧，或者说我因为一个情伤，我因为一件打击，我会在一个阶段很低落，很 down。如果大家回想起来前世的所有，我相信大家目前的这个身体和精神的承受能力其实是不应该承受的，也是无法承受的。我们想想几十世的那些业力，全部让我们一下子记忆起来，感受起来，那是多么沉重的一件事情呢？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讲，带有一些前世的碎片，已经是一件偶尔让你们感受颇深的事情了。不管大家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有些朋友可能会天生的去对某一个宗教和神灵非常的信仰，有可能你们天生的就是这当中重要的一员，或者说你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灵修体质以及好的介质，可以把你们的灵感和宇宙的讯息传达给自己，甚至把这个能量波及给周围的人。我看到你们在前世踽踽独行的，去踏实的沿着你们的之前的脚步继续做了很久。你们是 Magician 来的，你们是 Ace of Swords，也让我感觉到其实你们有可能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组织和环境当中继续施展着你们的能量，而且你们的能量其实没有被屏蔽，相反的在变得越来越高。有可能你们在前一世已经实现了某一种
很大的超越和飞跃。比如说你的灵性的超越，或者说你如果是女祭司和祭司来的，有可能你在灵性上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因此在这一世当中，你出现了愚人牌，你出现了 The Fool and the Two of Cups。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世当中，你选的课程有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一个完整和完成，你会把之前没有修好的在这一世补齐出来。很多人你们在这一世修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有可能爱情以及跟家人、周围的人如何去处理好这些关系，也包括人际，是你们这一世非常大的一个课题。有很多人在这一世，我感觉你们在找你们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很多人是在爱情关系当中的啊，他是你们失散的灵魂伴侣，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世世代代你的另一半。你们在彼此等待很久了，前一世有可能没有碰见，因此在这一世，你们的高我和你们来到这里之前做好了约定。Two of Cups and Death，死神牌和圣杯2号，你们做好了约定。在这一世当中，其实你们看待很多事情都会更有耐心，然后你们其实在获得财富啊和生活的安稳这一方面，相对的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比较顺利的。对于你们来讲，其实去工作、去生活啊、去生产、去创造实相，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你们非常的聪明和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困难的是，你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去轻松的体验这一个过程，而不是沉重的等待。在这一世里边，我感觉到你们更要学习的东西，宇宙给你们的课题，首先是去跟你们的灵魂伴侣进行磨合，跟你们周围的人进行这个业力的，比如说业力的一个完结，或者说跟他们去调整好关系。再者就是你们需要拿出你们的情感来，而不是去排斥，因为在之前的某些人是你们经历的过程里边，有可能你也遇见过这个人，但是有可能因为宗教，因为你的信仰，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你把爱情这件事情排除在外了。我没有看到你的前一世，前一世里边啊，就是说对待爱情有多大的那种努力或者说牺牲，甚至有些人你们在前一世那一生当中有可能是没有去爱的，你们希望自己去集中注意力把这件事情做好，因此在这一世当中。对于你们来讲，跟人去磨合亲密关系，去找你的灵魂伴侣，去做这个 transformation 非常的重要。这个过程有可能要耗费你们的心神，花时间去等待，甚至你们需要去超越一些困难，你们需要去打开你们的结界，也包括去突破你们的一些不可能，甚至是极限。对，去给对方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在这一世拿出你们的内心小孩去体验，你们去体验了很多你们没有体验过的。你们身上的女性能量让我感觉到是非常强悍的。对，你们如果是女生的话，你们应该是这种 Queen of Swords、Queen of Wands 来的啊，就是说你们非常的独立，你们的生活非常的立体，甚至你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你们的人生。有可能你们会有很好的学历背景，或者说教育背景，或者说你们是那种自我去创业和开拓人生的人，是不服输的。然后其实你们就很像是。你们很像是 Gone with the Wind，就是说，你们很像是飘当中那个斯嘉丽，也就是说，你们不怕去创造新的东西，甚至你们会在贫瘠的土地上去创造出无限的丰盛，你们会去拯救很多的人，但在你们内心深处一直是孤单的。我感觉到在这一世当中，你要去突破的业力是去敢爱，敢相信别人，也敢去把自己的一部分的人生。一部分的赌注放在别人的身上，这是一种共生，而不是一种独生。我感觉很多人啊，在这一世当中，其实财富或者说灵性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我们说今天的这个课题里边会有爱情、灵性、财富、生活、人际关系等等。那我觉得这里边的灵性和财富，我觉得其实并不是你们最大的问题。如果在某一个阶段是你们的问题的话，宇宙会帮助你们，让你们在一个非常稳定和健康的环境里边，你们的甚至是你们这个 physical 的身体，也一直是会被保护的很好的。有很多人，你们会有很好的身体的基底，或者说你们有很好的灵性体质，帮助你们去做一些生活里边趋吉避凶的一些动作啊，或者说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么一种感受。嗯。
但是话说回来，你们这一世的影响，你们这一世的课题，其实它就是爱情，就是人际，以及你们跟原生家庭这种连结度。有很多人，你们跟原生家庭的连结度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你们习惯了独立啊，你们一直以来是这种非常有能量的啊，来无影去无踪，不能这样讲，不，因为大家不是大侠，你们是那一种非常飘逸的，而且你们是那种在灵性上非常有自己的建树的人。因此其实你们知道，靠自己你们可以去取得很多很多的成就，以及你们可以吸引很多的目光。但是在这个人世当中，我们多少是需要跟人共建的，也需要去了解你们人生当中一定的业力。所以我们今天抽到的牌是 The Fate。第一张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漩涡，一个海螺。那在我们的很多神谕卡当中，这个漩涡形状，这个海螺形状代表就是业力，一层一层一层，舒展开来，并且它的每一层有可能跟上一层都有连接，这很像是大树的这个纹理啊，年轮，大树的年轮一样，一层一层的裹在一起，它的每一层有可能都会影响到下一层的形态，对。看起来是平行的，其实连接在一起。再者就是它代表了轮回，它代表了我们要去解决的这个 karma 业力的问题。你们有业力问题了，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的业力问题其实并不是说爱恨纠葛，比如说我欠一个人情债，这个人来还我情债，相反的，你们的业力是要去跟你们非常有连结的这一个人去完成修复你们那一次遗憾，去完整这一个感情，去完成你们的这一次承诺，就像月圆一样 completion， 这是你们这一世当中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我觉得这是你们命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看到很多人其实你们是被命运眷顾的人，而且你们的命运当中有很多注定，比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你们会遇见什么样的亲朋好友，你们在什么样年龄段遇见了什么样的爱情对象。有很多人我感觉到，哪怕你们的感情经历，或者说你们整个人会遇见很多，比如说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大千世界，特别是这一个网络的连接啊，这个 connection 越来越紧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有可能我们可以看见更多的人通过网络，通过工作，通过我们去实现我们的价值等等。但是出现在你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是你们这一世之前的一些出场人物。对，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做很多事情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巧合，而且这些巧合其实都无疑的把你们引到了同样的方向，就是你们就是说不能回避的，不能够绕过的，甚至你们自己都觉得啊，好神奇，为什么又是这样？对，你们不能够去排斥的是这样的一次经历。这一副的组牌，我们抽到了这个 True Love Reading Cards 啊，这张牌我们抽到一张 Intimacy， 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课题来的。有很多人我感觉到，对于你们来说，课题是如何跟人去建立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谓的亲密关系，我们说 Intimacy 有可能指的是 sexual， 或是 physically， 我们如何跟一个人去进行这个连接。但其实亲密关系也有心灵上的，甚至也有跟我们非常亲密的家庭成员呢，跟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啊，我们的亲朋好友、闺蜜，对，去建立的连接。这种连接有的时候它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它是身体上的连接，肯定是，但其实身体上连接以外，还有就是在灵魂上应该如何跟人去共建一个亲密的关系，去把你们的结界打开，去真正的相信和体验这段关系，而不是带有一种怀疑的、后退的，甚至在很多业力里边，你们看到那些让你们闻之而色变的，比如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我的业力，我是不是应该退一步，不去跟他去产生爱恨纠葛比较好。对于你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后退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牌其实是一样的，很像啊，两者依偎在一起。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这是宇宙的母亲无条件的爱着你，这就是所谓的亲密关系 Intimacy。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样的爱，因为你是他襁褓当中的一个婴儿，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爱传递给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个体，也包括那一个你应该去爱的对象。
我怎么觉得这两张牌这么像啊？这个眼神和姿势一模一样啊！而且就是说，在性别上有一种互换，所以无论男生女生，你们要去寻找的是那一个能够跟你的心产生连接的，对，带着宇宙的能量、宇宙的爱，给予你爱的人，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亲密关系。由于你们之前，我们出现了这样的卡牌，由于你们之前吧，就是说在灵性上来讲，你们有很高的修行度，甚至出现了 magician 也是一样的。你们可以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有的时候当跟一个人产生非常亲密的连接，甚至是肢体上的触碰的时候，你们会有精神洁癖啦，所以这是你们需要去突破的环节之二。我们这张牌里边出现这个能量，对这张卡的解释里边也说，亲密的关系如果是两性当中的，指的是性方面的连接啊，对。sexual feeling, sex feeling 等等等等，但其实呢，当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心爱之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比如说，你帮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吹头发，你帮他们去把对晾干的衣服收起来，对你给他们一个按摩 massage， 或者说你给他们一个很亲密的对谈，这全部都是一个连接。它是有形的触碰，也是无形的触碰。无形的触碰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轮，去展示出我们最真实的内心小孩，把我们对于他的依赖给展现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里边，让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从小就在原生家庭当中就比较强悍，有可能你们从小读书就很好，或从小我就要离开原生家庭，我一直在自己做事，甚至我有自己的一片人生。但其实呢，你们会把自己包裹得太好，因此这一世的课题里边，你们要突破的关键也是在于此。不管之前你们的灵魂受到过怎么样的震荡或震动吧，甚至你们再去，比如说，我的青春时代去体验感情这件事情，我的儿时去体验跟人的亲密连接，就最早的一层亲密连接，就是我们在孩童的时代、婴儿的时代跟我们的母亲、父亲的连接等等，有可能你们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种在亲密关系当中无法真正连接的那种感受吧。比如说父亲母亲都忙于工作呀，甚至原生家庭当中的某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尊重你的 boundary。比如说你的母亲 for example 啊，只是打个比方，他有可能太爱看你的日记了，他有可能太喜欢操控你的人生了，你一定要让自己自由，等等等等都有。但其实随着年龄的成长和你的成熟，其实你完全可以去掌握自己的人生，以及做你自己想做的任何一种规划。你也可以和任何一个你爱着以及爱着你的人去建立亲密的连接，没有任何结界的，没有任何隔阂的，甚至也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过于安全的区域内包裹自己的。当你们去舒展了，当你们去展开你们的灵性了，你们会发现你们非常非常值得被爱，而且你们也可以无限度的去爱。这种无限度的爱，我觉得不是滥情的，也不是在生活当中过于花哨的，也不是飘摇的。我觉得这种爱是很虔诚、很坚定的，因为无条件的爱，它只来源于宇宙，没有条件，不因为他是谁，不因为他的长相，他皮肤的颜色，他眼睛的大小去爱他，或者说我不因为他的物质条件，我不因为他是谁，对，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对你爱的人，你喜爱的某一个异性，或者说那感情对象吧，不管哪一个族群，甚至他有可能是某一位同事当中的朋友等等。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世里边，你需要敞开自己，好吗？那我们看一下宇宙和指导灵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指引。我们先抽一张 tarot， 我们先抽一张塔罗牌，看一下指引方面的能量啊。Five of Swords， 你看一下。The Hierophant， 出现了 Chariot 战车牌 ，Princess of Swords，OK，宝剑侍从。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
大家看一张这个教皇牌，天呐，教皇牌、女祭司牌、魔术师牌，你们的显化能力非常强，你们有能力去连接宇宙的能量，并且显化任何一件事情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并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一世你们依旧有宗教的信仰，很多人都有，而且你们有那个宗教的缘分。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正在坚定自己的信仰，你们还是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那宇宙给予你们的这一层指引，在卡牌当中让我感觉到，周围的纷纷扰扰并不一定会打扰到你，甚至你有可能特立独行的，我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你一定会达成你的目标，影响到你周围的人，甚至你有可能在未来，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稳定生活当中，你会一点一点的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你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整理好和连接完。我觉得其实你们在这一世当中不是疗愈，而是真正的去完成你们跟所有的灵魂的那一个连接，好的、坏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也会碰见一些对待你嫉妒啊或者不良的人，他们其实也是业力当中的一环，尊重他们的存在和那一个过程，不管他对我们是伤害还是爱。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了解自己就足够了。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幻影，我相信其实你们有这么你们有这么强悍的这个灵性修养的背景，你们一定可以感知到，其实很多在我们3D 世界的东西就像电影一样，好像我们是电影演员一样，它是幻影之一。所以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找到这背后的内涵。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需要亲和一点，放下你们的这种权威感，去体验、去了解，而且朝着你们的方向去迈进就够了。今天我们抽到的神谕卡还有2张啊，量子神谕卡，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Letting Go， 释放。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很多人你们现在有可能正在这个期间段之内去释放掉你们的一部分业力，有可能是你们之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有一些burden 负担等等，它有可能在之前的一段时间让你觉得很重要，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当那个时间真正出现了，为什么我们在下边第4张牌才看到的 Fool？因为那个时间到了，你才会把你真正的心声和内心小孩展现出来。这一世的一部分，或者说一部分的旅程1/3，或者说几分之一的旅程，你有可能都继续在体验和继续在完成你的某一个业力的业力的环节。但在当下这个时间段之内，宇宙在告诉你，你可以去释放掉一些东西了，头也不回的释放，或者说你可以让这些多余的能量离开你，进行这一个断舍离。这一个大门其实已经在你的后边了，你有很多选择，你有很多自己可以去实践的东西。但是在这一个阶段当中，你需要适当的放下。第2张牌我们抽到的是这个 Angels and Ancestors 啊，宇宙天使和我们的祖先的神谕卡 Water Guardian。很多人我觉得你们身上有很强的水象的能量，你们需要 connect with your emotions， 你们需要把自己真正的情感面拿出来。我觉得其实这副牌里边让我看到什么样的星座啊？风象的，火象的、土象其实都有啊。风象其实很强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们需要把自己的另外一面阴性的能量拿出来。无论男生女生，守护你们的有一个是水之女神，它来自于亚特兰蒂斯，它有可能是你的灵魂最初来的地方，它是你的一个守护灵以及一个祖先。我感觉其实在你们的灵魂深处，之所以你们有这种高阶的能量，甚至你们会在这个人类的文明开始之初就来到这里，去参与到一些宗教的活动当中，去见证很多瞬间，对于你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你们已经深深的把你们的情绪和情感给压抑下去了，因为其实在3D 世界当中有它的法则，而你们正在让自己不断的去修行，成为了一个老灵魂的你们，已经习惯了去不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那这一个守护你的水之天使、水之女神正在告诉你，连接你的内心，把你的情绪拿出来。这个情绪有可能会让你敞开你的喉轮，敞开你的3眼轮，敞开你的顶轮，去连接这一个宇宙。
有很多人你们需要多饮水，你们需要到有水的地方，或者说去看一看星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梳理你们的感情。其实这个 letting go 也是你们在感情上的一种释放。我觉得有很多人你们在累世里边已经积累了太多了，而宇宙当下正在告诉你，让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调整好你的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更多的人你们在创造实相、工作，你们在去挑战很多事业，甚至你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有可能都在用阳性能量在谈。这种阳性能量会让你们觉得我必须要用力，我必须要去一刻不能松懈的去独立、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你们也需要让自己去体会、去感知，也去感知对方的感知。这个才是 Two of Cups and Intimacy 给予我们的这种连接。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啊，还有一部分的人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天生你们对于其他人的这种感觉就不太 care。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3D 世界的人类有的时候他的想法非常的自私，你不喜欢这种自私，因此你们也会把他们的情绪排斥在你的世界之外，所以对于你们来说，亲密关系非常的困难，无论是跟原生家庭的，还是跟你的，甚至是你的内心小孩，你甚至都在排斥他。原因在于，其实一部分的你是有神性的，一部分的你其实又要去做一个对，在平凡生活当中修行的人，因此对于你来讲，去理解自己的感情，去释放自己的感情，去把自己的感情平和的像水一样泄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需要让自己去放下你的一些坚持，去正视你也有脆弱的一面，你也有需要依赖的一面，你也有想要去跟人有最深的连接、情感连接的那一面。这样的你就对人如果有情感所需和依赖的所求等等，这都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你们的这种洁癖其实并不一定是纯感情洁癖，有可能是你们做事情当中，你们对于自我的感知都是一种洁癖，你们甚至在排斥自己。所以这是我对于你们的感受。那宇宙和指导灵也是在告诉你们啊，你们是值得被爱的，你们的身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污秽，甚至你们现在正在走在那个对的路上。为什么？我们看到了 The Death 死神牌，我们看到了战车牌，也就是说，其实你一刻都没有停下的在往你那个方向去走。有很多人，我感觉你们跟原生家庭的连接度并不强，有可能你们就在所谓的远方，独自去修行的，独自去感受着这一世的你们的感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是把这个 past life 和你们的这一个阴性的能量啊 lunar light 月光阴性的能量，去真正的释放出来。当你们释放完成了，这个月亮来到了最满的时刻，它被你真正的正视了，这个完成才真正的达成。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世当中，好消息就是你们有可能也会完成你们的某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有可能你们已经修很久了，但有可能时间到了，也有可能是你们的历练到了，因此你们会点开这一则视频，会听到或者说会感知到这样的一个能量是属于你们的。我觉得宇宙很爱你们，在用无限的包容的方式，因此你们也需要让自己成为这个爱以及传播爱的个体，放弃自己的某一种坚持，去真正的跟周遭的所有能量产生连接，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好吗？对，但并不是说这就是这一次最后的机会就是诀别啊，因为在其他的空间当中，我们依然都连接在一起啊，永恒的连接，对吗？好，非常的可爱啊，这副牌的朋友。我们最后帮大家投一下这个 Astro Dice， 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关于你们的能量方面的。天王星、牧羊。好，6宫。我觉得最近其实在你们的生活里边，你们在集结很多的资讯，去做好你们的某一件事情。我感觉其实在你们内心深处是有野心的，而且你们正在去整理一些条条框框。你们很热衷于目前的就是生活，或者说你们很热衷于自己目前的某一项事业。有可能你们也扎根在就一头扎进这个3D 里边的体验当中。
我觉得最近的你们其实断断续续的会感觉到一些灵性的信号，而且这是断断续续的，并不是说特别的强烈，但它一旦来了，就有可能会像闪电一样去点醒你。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也正在去收集和得到指导灵给予你们的那种帮助和讯息，这些讯息都正在让你往那个，比如说宗教和灵性修养的方向再多走几步，走近一点，去得到他们给予你的保护，以完成你们的这一个业力的环节。这个环节快要到来了，或者说它已经快要结束了。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生，就终其你们的一生，我们其实不一定能看到这么长远，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值得，和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永远都会拥有的是这种连接，累生累世的都是这样的一种连接，依然是天王星。很多人你们身上有天王的能量，有可能你们就是你们的星盘里边会有，就是说跟天王星或者说跟水瓶座有连接的东西，还有一部分的人，我觉得你们身上的这个冥王和天蝎能量也蛮重的。这是金牛六、金牛七宫亲密关系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们现在单身的话，它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专注你的生活就够了。如果你想要在感情上有一个完结，甚至我要在正缘方面有一个答案的话，不要去隐藏你的感情，去感知，去释放，试着去依赖，试着去建立这个连接。你是完全值得被爱的，那一个爱你的，以及你爱的人，就是相生相爱的一个关系啊，无条件爱的关系会来到你的世界。这个人他跟你是业力的缘分，你们注定要修行这个课题。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去调节和把握好你们的这个灵性方面的能量的平衡。我觉得其实我看到你们能量让我感觉到很舒展，而且你们不必去担心这么多，因为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好的安排，好吗？好，最后我们抽一张抽一张这个真言卡，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对待我们目前的灵性和人生，好，抽到了そろそろ相手の気持ちを踏み取るチャンスです。Now is your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what the other person is feeling 这不是一样的牌吗？这不是一样的感觉吗？ Water Guardian connect with your emotions and you need to connect with others emotions 你现在需要去打开这个机会去理解其他人的感知和你的感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这一世你需要去理解你的感受，作为一个3D 世界的人的情绪和感受，因为有可能在五维的空间其他的空间当中，这种感受其实并不常见，你也并不习惯拥有，但这种感受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真正的去理解到对方的想法，这个爱的就是 other person 就另外一个人，有可能是感情的对象，有可能是你原生家庭的某一个人，有可能是你的一个朋友。对，你当下面临的这一个关于人的和情感和情绪的问题，需要你去真正的连接到他们，感知到他们。其实你的感知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其实他们的情绪重要吗？其实对待你来说他们的情绪带给你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其实你不一定因为感受到了他们去改变自己什么，相反，你需要因为这种感知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理解你应该完成，以及你应该去放弃什么，你应该拥有什么，你又不应该拥有什么。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头脑非常清晰，你们的顶轮非常开的人，所以其实这一步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判断，因此我相信你们的判断，你们也一定要去尊重自己的这种感受和判断，这样就够了，好吗？OK，那今天的这一则占卜，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大约可以读到这里了感谢第一副组白的朋友今天的观看祝福你们，你们在被宇宙无条件爱的同时，你们也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以及去爱着，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未来的感情生活和与人的连结，我相信会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圆融，以及它就是你们目前要去完成的一个业力的环。相信这一次体验会带给你们很多很多，好吗？OK，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祝福大家的生活康熙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期占卜再见吧，拜拜。
好，选到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们，也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2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和塔罗牌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前世对今生的影响，关于爱情、灵性、财富、生活，或者说我们在原生家庭人际关系当中的种种课题是什么样的？我们突破这些课题的关键，宇宙和指导灵以及祖先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对，在之前的这个抽牌的环节当中，花了一点时间去 channeling 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你们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力，那种活力，那种爱，那种欢欣和鼓舞。我感受到了，其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火焰，永远都不会被熄灭。你们其实经历过很多，但同时我感觉到你们的经历不是惨淡的，相反，你们在任何的一段经历当中，都会让自己努力的去爱和调整。我感觉你们在被宇宙爱着，因为你们也深深的去爱着宇宙。这个牌的朋友，我们首先看抽到了这个神谕卡，巴尔卡，这是你们选择的神谕卡，这是古伊斯兰语当中祝福的意思。火的能量 ，power, strength, force and expansion。无论你们的灵魂，你们的精神能量，让我感觉到，无论你们到哪一个空间，你们在哪一个时间当中去生活，你们都是那一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非常繁盛和繁荣。你们会从一个种子去长成一棵非常茂盛的大树。因此，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Maple Tree, Maple Spirit，枫树的精神。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就是说，可以克服环境和自然当中很多考验，战胜很多逆境的人。你们热爱这个宇宙，你们身上具有阳光的能量，大地的能量。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天生的战士，你们是天生的勇士和冒险者。你们非常的慷慨从容，你们会用自己爱的方式和能量去感染周遭。你们不会计较得失，也不会计较我到底投入了多少。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是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来自于太阳，就这个 source， 你们的这个能量的来源来自于太阳，来自于火，来自于整个天空。你们的存在非常的具有存在感，因此很多人他们都觉得在你的周围会感受到那种阳光般的感受。跟第一组不同的是，你们身上火的能量和这种偏向底轮的能量，让我感受到你们是一个突破者、挑战者，同时你们也是一个不畏艰辛要去达成自己目标的人。你们的身上具有非常强悍的这个阳性的能量啊，无论男生女生，你们身上有阳性的能量，而且这种阳性能量是好的，是会帮助你们去突破逆境的，去展现你们的真我。而且这种真我让我感受到是那种对，不为任何的一种艰辛去拿出你们的生命能力的那一种感受。这个巴尔卡有一个纪录片叫这个名字，它是展现了我们这个地球当中很多历史的遗址啊，不同文化当中的人类呀，对，他们的存在啊，就这个存在的感受，是一个人性之美，人类之美。对，如果我们人类是宇宙的造物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非常美丽的艺术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灵性都是这个一的话，那我相信其实你们身上具有很多很多美丽的层面，不管你们当下是什么样的存在，对，不管你们是普通的，你们是每天忙忙碌碌的，甚至有人会说我庸庸碌碌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去实现我的人生。你们的美就在于你们的存在。我觉得你们的眼神让我感觉到有那种很震慑人心的能量，而且你们是那种目光炯炯的，会透露出对于生命和这一个宇宙的渴望、求知的渴望的人。在这一世当中，第一组牌抽到的是满月，第二组牌你们抽到的是新月 New Moon Promise。那我们今天这边看到的 Lovers 可以剧透一下，我们看到 Lovers 这张卡牌，就是说，其实在你们这一世当中要去寻找到的是这个跟你们有业力约定的人，你们互相有承诺的这一个人。
当这个你们的人生当中出现了新月啊，就不一定是每个月的新月，你们人生当中会有那个新月的季节，月亮从圆一点一点的变成一颗新的月亮，展现在天空上。你们之前的业力消退了，你们会跟这个人有一个最深层的连接，互相承诺的一个连接。我相信你们在感情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跟你们心爱之人相偎相依相依啊，走向你们一个完美的人生节点当中，或者说人生过程当中去。我觉得这些所有吧，就这些状态其实是你们通过努力得来的，也包括你们通过修行，也包括你们通过积攒自己的福报，积攒自己的，比如说你们会去布施，你们会去慷慨的帮助很多人，在累世当中，通过这些能量去得来的，通过这些付出去得来的，你们的慷慨，你们的爱，其实是宇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没有你们的存在，这个宇宙有一部分的能量是缺乏生机的、缺乏意义的、缺乏美的，也是缺乏震撼人心的那一层效果的。我觉得你们其实你们的底轮和你们的脐轮正在不断的变得完整和完善，这也是你们之前的一个阶段的课程之一。不过我觉得其实你们不是那一种就是说顶轮过于发达而底轮不全的人，相反，你们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让自己不断的变得安全，变得 grounding， 对，变得让你们更加沉入这个3D 世界的生存和生活当中。你们要去体验，你们也要去喜欢你们体验的这一个过程。比如说，你们开始喜欢你们的人生了，开始喜欢你们正在处在的环境了，你们也开始去享受你们的存在，并且你们喜欢自己的样子，你们喜欢自己吃到的食物，看到的风景，我觉得这都是你们身上带给我的能量，很美好。好，我们看一下啊，前世的卡牌，大家前世是什么样的啊？这副组牌的朋友，我对你们有一种，对，就是会有一种我见生怜的感觉啊，这不是一种怜悯啊，相反，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怜爱。你们曾经在前世是孤儿，你们的父母亲是你们的天使和神灵，但是没有办法用物理存在的方式在你们周围帮助你们和爱着你们，所以说你们其实一直都用这样的一个独自存在的方式再去体验这个世界。有可能这样的这种断层，比如说亲情的断层、原生家庭的断层呢，就在前一世，会让你们经常感受到一种孤独、一种隔离，甚至你们一直在去寻找自己的那一个存在，或者说归属感等等。但无论如何，你们的神灵，甚至你们的原生家庭的祖先，都非常的爱你们，希望能够把很多好的机会，或者说很多安定的能量给到你们。我觉得其实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可能啊，就是说这一世也好，前一世也罢，你们跟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个课题来的。有可能你们跟周围人去建立信赖关系，去建立这种依赖的关系，也包括让你们感受到安全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并且你们其实很容易去经历一些业力环节当中的课题和考验。karmic relationship， 这 karmic relationship 有可能它是爱情来的，也有可能是友情来的、亲情来的。但不管如何，这一世和前一世出现在你人生当中的人，他有可能反复的出现过，有可能真的不是1次、2次、3次来到你的生命里边了。有的时候，其实业力关系，我觉得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们只能说要感叹命运的玄奥，或者说我们和这一个灵魂和这个人的连接度。但其实好的业力和好的人，他们重新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爱，带来依靠，带来一些奇妙的体验。但如果是一些坏的业力到来，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去学课题，或者说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纠结的、难以面对的，甚至会让我们面对自己的黑暗面的一些课题。无论好的坏的，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生命，其实在这些轮回和这些过程当中，都正在让自己去变得丰满，让自己去变得理解如何去处理跟周围人的关系。一环扣着一环，对待你们来讲，去解决这个业力的课题其实并不容易，但是唯有让你们自己的灵性去升华，去用更高的视角去体验这些状态和这些过程，有可能可以去帮助你们去寻找到更多啊。好，我们看塔罗牌当中吧。
关于前世和今生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前世当中是一个充满生命能量的探索者，你们有可能就是离开原生家庭，或你们跟原生家庭的父母缘分比较淡薄，所以他们有可能只能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变成天使来保护你们，但你们的心中其实一直都有一种去等待他们、追随他们那种感受，就是寻找你们的缘的那种感受。你们有可能就是漂泊到了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可能跟你的原生家庭都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如何公正来面对自己的这一个存在，如何让自己去打破之前的那一种情感当中的匮乏或物质财富的匮乏，那是你们之前的课题。你们有去认真的修行和认真去做，因此你们在灵性上，在哲学的素养上，对，在对于灵性的，在对于自身的探索上，最后你们出现了 hermit，也就是说你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生导师，你们自己的或者周围人的。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无师自通的人，很多人你们有可能自己就去体验你们的人生了，你们有可能创造了事业，你们有可能感染了周围的人，有可能你们是你们的下一代的好的父亲母亲，甚至是祖先来的。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去体验这个世界是你们潜意识最快乐的事情。你们曾经也非常的自由，你们曾经就是不管不顾啊，你们不会去管那些束缚和条条框框是什么样的。你们有可能在身体上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是就是由于比如说一些前世啊，就前世的一些濒死的体验，或者说大病当中的那些感悟，会让你们非常非常的热爱你们的人生。你们会牢牢的抓住这一次机会去学习，你们学习了很多，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地方。但我觉得你们并不像是那种，我是一个老灵魂，然后我要在一个组织当中去奉献自己什么。相反，你们一直是自由的、体验的，而且你们一直是独一无二的，充满了能量、充满了色彩的存在，就你们会照亮很多很多的人。但连接到这一世，其实我觉得啊，你们在这一世当中也是一样，有可能你们想要变得更加稳定，有可能你们在这一世当中也非常的注重一些调理了，甚至你们也很注重自己去获得那些智慧应该如何的去展开，你们是不是应该在人生当中应该安居乐业的定下来？同样这一世当中，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也会有一些远行的计划，或也经常远行。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世当中，你们遗留的课题有可能跟创造实相、赚钱或者说原生家庭不同的是啊，这些课题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不是难题了，你们有可能已经很游刃有余的可以去解决一些经济、财富、工作上的问题、学业上的问题了。但对于你们来说，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突破感情这个大关。对，因为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对于你们来说，业力的关系一直存在，而且你们这一世要去做的业力的关系，是让你们可以跟对方有一个好的连接，并且互相承诺的业力关系。也就是说，在感情里边，你们一直在找那个对的人，他有可能是你们的灵魂伴侣，他有可能是你们的现世伴侣。一部分人，他也有可能是你们的 twin flame，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对于你们来讲，再去修这个课题的过程，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可能正在考验你们的沟通能力，考验你们的共情能力，也考验你们的付出。我觉得你们在这一世在付出这个课题上非常非常的，卡。有可能你们为了一个人付出了很多，有可能你们遇见了双生，为了你们的双生拿出了你们的很多热情，有可能你们在感情当中的体验跟前世一样，踽踽独行的、孤独的，甚至你们也一直在等待一个人，那个对的人出现。不管之前你们在感情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 drama，对，什么样的章节，你们注定是要跟你们约定好的这个人相恋的。你们曾经承诺给彼此，当新月在你们两个人的人生当中来临的时候，你们会真正的走到一起。什么是新月？就是你们经历过了那个修行的过程，你们经历过成长，你们变成成熟的人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Queen of Wands and the King of Cups，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出现在彼此人生当中的时候，不是侍从牌，不是小孩子，
也不是一个探索者，相反，你们是落定的人。一部分的人，我感觉到你们会遇见你们的双生，但是这个双生他和你都有彼此的业力课题，所以有可能你们正在去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的业力。比如说，有可能上一世我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是工作的，我要去某一个固定的场所，远方工作，我要跟固定的一些人去解决一些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当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准备好了，你们相遇了，我相信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相遇啊。对于你们来讲吧，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也有可能很挂心，但同时你们也会让自己走得更高一步，就是除了爱以外，你们会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很多人物慷慨的付出，你们会努力的去爱。有些时候你们是给予者，有些时候你们是接受给予的人，接受赠予的人。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你们遇见的感情关系和一些业力的关系，也包括友情和亲情吧，其实到最后它都会达成一个平和和平衡，因为这是你们这一世要去体验和完成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卡牌啊，OK，Sacred Blessing Oracle Cards，好，这是这套卡牌的名字啊。Transformation，你们在这一世当中，在心轮上，在你们整个人的成长上，你们是要完成一次蜕变的。蜕变完成之后，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这个 lovers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觉得你们的爱情是虔诚的，你们的爱情是认真的，但同时一部分的人，你们遇见的爱情问题其实是复杂的，错综复杂的。不管这种复杂来源于什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你们不要特别的担心，我是不是会遇见感情的考验呢？我是不是会遇见多角关系等等？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课题来了，你们一定要去用你们的生命活力去接受它，去突破它，去大胆的挑战它，这是你们突破自己的一次机会。所以很多人，你们有可能遇见的是你们的双生，你们有可能是遇见的是之前跟你们破镜重圆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有可能越是年轻的时候，你们越遇见的感情问题，越是让你们感受到那种戏剧性。比如说闪合、闪离，就是对闪电的恋爱、闪电的相处啊。闪电的相处，闪电的分手，要这样去讲。或者说一部分的朋友，你们遭受过那种打击，你们不得不从这些打击当中去成长和完善自己。但是你们要相信，在远方有这么一个人，不管是不是之前的对象，他在整理好自己之后，在那个转角等待着你。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你们这一世的感情问题应该快要完成和完整了。还有一部分的人，如果他已经完整的话，对你们来说，爱你们所爱，去经营好你们的人生，去好好的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和体验，同样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在不断的蜕变着，你们的心灵里边，你们的心脏当中正在飞出蝴蝶来。对，这个蝴蝶是你们的灵性，是你们的感知，也是你们的一部分。对，我觉得你们蛮渴望自由的，你们有可能也渴望自己在你们的内心世界当中寻找到这个答案之后，用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去体验你们的人生。他有可能是你们内心小孩，他是你们遗失的一部分，或者说累生累世的在你的内心深处都有这么一个蛹，有这么一个茧，你需要把它给破开，然后真正的让自己去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那种状态，去迎接你们的那一个人生。这一次到来了，我觉得你们不会错过这一次机会，有可能上一世曾经错过过，或者说某一世你们也曾经用彼此伤害或者说不得不分离的方式来经营这一段感情，但这一世我相信不会了，好吗？你们会遇见前世的爱人，你们会遇见前世的亲人，你们也会同时重复着前世的课题，就是我要热烈的去投入爱，我要热烈的付出，我要为这个人变成一棵开花的树。我觉得你们很诗意，你们也很美好，同时你们也会为了你们想要的爱情赴汤蹈火。不管你们是不是曾经就是撞得头破血流过，是不是曾经你们的翅膀也受到过伤，但我觉得你们会无限次的让自己疗愈好，然后重新的大胆的去热爱你们的人生，去走向你们的人生。
这就是你们的生命能力。你们都是红色，你们穿红色应该很美，你们应该是那种就是很抓人眼球的，就像玫瑰绽放一样的美人，或者是对，或者是帅哥，好吗？对，我觉得这副组牌的朋友，你们身上的阳性能量很强，你们是那一种就是能量里边就是具有，如果你们是女生的话，你们也具有那一种阳性的能量，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坚毅，就是那一种，对，眼神当中充满了自由、热情、生命能力的，对，女性能量。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是这种在生活当中一直去寻找你们热爱的事物的人。如果是你们热爱的，你们会无限的包容。其实你们一定是在去等待和寻找的那一个像玫瑰一样的、像火一样的人，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这就是你的爱人，没错了。而且，如果你们的爱情啊，就是面临选择的话，我觉得你们最后要选择自己的爱，而不是实际上跟你们不得不有连接的人。比如说我是要选择面包还是爱情？比如说一个人他能给我提供稳定的生活，我应该是选择他，还是应该选择去追求我的爱情？你们还是追爱的人，因为这是你们的业力带来的东西啊。也包括你们如果要经历原生家庭的纠结、财富当中的纠结，在你们修真爱这个课题当中要去看到的很多问题，我觉得都是你们必须要去突破的。好，我们进而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抽到这个 True Love Reading Cards， 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The Secret Woman， 神圣女性，她是在对美洲原住民当中的对神圣的能量啊，高维度存在的能量。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有一个 White Buffalo， 白色水牛，对吗？神物啊，灵性动物。我觉得其实对待你们来讲，如何去打开心轮，把你们的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调节到平和的状态，并且去展现出你们生命当中的美，打开你们的心轮去爱，一定是你们这一世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生命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其实对于如何去生长，如何去生存，对，谁是我应该去做什么等等这样的课题，我觉得你们应该很清楚。如果还不清楚，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过程罢了，你们早晚会到达那个阶段。所以宇宙其实已经把你们塑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们一定是非常理解自己存在的人，但同时你们需要去把自己跟宇宙和自然的连接，你们需要把自己真正的能量正视以及拿出来，你们需要敞开自己的心轮，去疗愈和被爱。我觉得其实去疗愈这件事情是你们这一世的课题嘛。我感觉其实这个课题对于你们来说是某一个阶段的，在这一世当中并不是最主要的课题，因为你们主要的课题是如何打开你们的灵性，从顶轮到心轮的这一个天线，你们需要打开它。所以我们今天抽到的这张卡牌是 Lighting， 这是 Isis， 艾西斯女神啊，埃及当中的女神，她给予这个天地万物的能量。这张牌代表的是 take action movement， 对，也就是说宇宙也正在告诉你们，突破你们课题的关键，找到你们这个心轮大门的钥匙，拿出你们灵性的钥匙是什么？是去行动，是不要让自己受到束缚，是要去勇敢的挑战阻碍你们的能量。你们可以跟艾西斯女神进行祈祷，因为我觉得其实她和你们的连接感很强，而且这张牌大家看多么的 powerful 啊，虽然说有点反光啊，多么的 powerful，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对自然的万物、山川河流、宇宙的星辰，就像是这雷电一样啊，对，被连接到了一起。当你们真正的打开你们的视野，去连接神圣的神的能量，连接女神的能量，你们跟女神都很有连接，因为你们是在阳性和阴性能量当中可以有平衡的人。女神的能量可以带给你们生命力、柔和、包容以及爱的肯定。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有可能在这个裂变的过程当中，你们需要让自己打破你们的舒适圈，去重新做一次挑战了。
如果你们在等待你们的爱人，你们在跟你们的原生家庭的人去解决问题，或者说你们在追求财富，或者说你们在突破事业，以及重建某一种打击，这个打击来临之后去重建它的过程里边，你们正在去学习和修行的话，拿出你们的行动，拿出你们的意志能力，拿出你们跟宇宙的相互信任，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会把自己推到一个更新的高度的，因为这就是你们未来的转变。当这个转变到来之后，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会修好你们的恋爱和爱情的这个课题，或者说是跟人合作、共建亲密关系的这一个课题。任何一个来到你世界当中的人，特别是你们周围特别亲密的人，那些你们看着很熟悉的、很顺眼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也包括爱情对象，他都是跟你前世一起修行过的人。为什么在这个宇宙当中又把你们聚合到一起了？因为其实你们在之前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人世当中，你们都是一个星群，你们都是一团星云，所以你们一定是会被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变化，最后让你们产生出那个强大的能量。我觉得其实这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生命能力让我觉得非常的与众不同，非常的神奇。同时，你们周围的祖先以及女性的能量都正在帮助你们。无论你们身上是偏阳性的能量还是偏阴性的能量，或者说这五组牌朋友，女生朋友你们的阳性能量很强，男生朋友你们身上就会有阴性的能量。因为你们的女性祖先，因为你身边的女神保护着你们，他们在把这种疗愈性的，在把这种就是抚平创伤性的，还有就是整合性的能量投射在你们的身上，希望你们的能量可以波及到这一个三维世界吧，或者说这个地球和你们所在这片土地吧。当然，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有能力去建立一个平和的、好的家庭环境的。有很多人，如果你们在寻找正缘的话，我感觉到啊，其实这个正缘的能量，它和你相辅相成，而且它和你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应该有过接触了。你有可能在等待某一个人，或者说你的灵性在能量当中是你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的，他有可能出现在你当下的人生当中了，之前的人生当中了，或者前世当中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同样啊，我们读完这些卡牌，我们再抽一下，看一下这个宇宙和指导灵，以及我们的祖先给我们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抽一下这个 tarot。我们再重新抽一下啊。OK， 我们抽到了权杖公主吗？哎呀，这边有这个权杖皇后啊 ，Queen of Wands。我们抽到的这个应该是 Princess of Wands。OK， 权杖的公主。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啊。OK。Two of Pentacles, Star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下，感受一下啊。King of Pentacles and Ace of Wands。天哪，火象的人非常的多。星座上来讲啊，女性朋友偏向火象，然后也有水象，然后男性朋友你们有可能偏向于水象比较多一点。我还看到天秤座、处女座和双子座在这一组啊。哎呦，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们啊，在这个阶段，如果你们现在在瓶颈期，你们在突破期，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在修一个感情的课题，很多人有可能就是需要选择的，你们面临选择题，你们的感情或者说你们的生活里、你们的事业里都面临选择题。有很多人有可能你在做副业，你在做第二事业，你需要在当下去进行一个选择了。有可能你们一直不敢去做你们内心当中最想要的那个选择，你们很害怕自己会失望或让对方失望，但当下宇宙在告诉你，你就是这个 magician 啊，你就是这个魔术师本身。所以说去做这个选择的 Ace of Wands， 去打开一个新的一个世界的人肯定是你。还有就是其实你的现实伴侣跟你非常的不一样，他是业力关系来的人，所以有可能他曾经会让你非常的失望，曾经你也非常的希望自己是不是可以就独自完成这个修行了，我是不是就自己就可以了。
不是的，这个牌的朋友，你们要拿出自己的能量去做这个选择。这个 Ace of Wands 和这个 Lighting and Transformation， 它是同样的能量，也代表了你们需要拿出你们的行动能力，大胆的、充满激情的、不畏前路的艰辛的去做你们的选择，去做你们的行动。而且这个阶段的你们有可能就是正在面临一个蜕变阶段，很多人你们在这个中心点上，比如这个蝴蝶，它正在飞出一颗心脏，也就是它的一半翅膀还卡在这当中呢。但是女神告诉你，去连接它，去感受宇宙的存在，去行动，去相信，去勇敢，对，这是你们在当下所需要的能量，而且这个能量一旦来了，非常的快。很多人我觉得就在当下，应该就是这个季节了啊！现在是4月，就这个季节了。如果你们在等待一个人的话，我应该觉得是半年内吧。你们的感情应该是会有一种就是迅猛发展、突然修好的能量。还有很多人，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对的人，或者说这件事情，有很多人有可能是在看一个商业的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应该是快来了。当下一些人，如果你们面临这个财富上的问题，我们说的是土星天平的8宫嘛，财富上的问题和考验，这个考验是前世带来的啊，这是南焦点的狮子座10宫，一些人有可能是关于事业上的考验和蜕变，那我觉得你们值得去走到更高的位置。你们如果在自己创业的话，你们值得去当这个 CEO， 你们值得去做到最高，做到最好。但是在这之前，如果我们不经过历练的话，我们缺少很多很多的能力，去面对未来可能的那些危机。所以现在有可能也是宇宙在帮我们去上这一课。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下抽到的神谕卡。我们抽到一张量子神谕卡 ，Consciousness Dark Thoughts。你们有很多恐惧，你们有很多担忧，或者说隐藏的阴暗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们会感觉对方前方是不是阴云密布啊？我是不是正在走到一个迷宫当中，会绕进去走不出来？我是不是没有能力真正的去解决当下的问题？我的前途是不是可以是光明的，可以是充满希望的？所以说，你们需要让自己拿出你们的法器，你们是有魔法棒的人，你们是魔术师本身，你们需要让自己调节这种阴暗的、恐惧的、畏缩的想法，因为其实这只是想象，这只是一种恐惧的阴暗的想法而已。为什么它是 thoughts？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在。不要让你们内心当中的迷宫困住你们，不要让可能的、可预见的某一些，比如说风吹雨打，或者说大家看到阴云密布，是不是未来会到来台风等等啊？不会，因为你们一定会妥善的解决和躲避掉那些灾难、那些考验和打击。再者就是祖先告诉你们 ，Night be brave and honest, brave and honest。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可能的风雨吧，你们是最有能量的人。我觉得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说让你们去面对什么负面的事情，相反，你们需要非常正向的去理解，你们是不会被影响的，你们是不会被波及的。你们一定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这个魔术师和这个骑士是长得一模一样。天哪，这是你们的守护灵之一啊。我感受到的是他会把他的能量和勇气传递给你，你们可以跟你们的指导灵进行沟通了。这个时候，还有就是你们可以跟你们的大天使进行沟通，让他们去把你们的不良的业力、不良的情绪、恐惧 cut off 掉。你的手上有一把宝剑的，这把宝剑其实是来保护你的，同时也是在帮助你去解决当下的就缠绕你的这些 karma 这些业力。我们这业力其实不是能够去逃避的，但同时如果它是正在让我们产生很多，就是让我们在影响当中没有办法去找到能量的，它是这样的一种能量的话，你们真正的是需要去 cut off 掉一些 attachments。好吗？ OK。
这个牌的朋友啊，我感知和感受到的是，其实你们身上的能量是无穷的、无尽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有可能怎么说？你们与生俱来就带有很多东西，但有可能在很多历练里边，或者说很多经历里边，或者说其他人的眼光里边，你们渐渐的在收起自己的那些棱角和一些能量。这些能量有的时候因为太大了，有可能会辐射到其他的人，有可能会招来嫉妒，有可能也会让你们觉得我是不是要做得越来越好，这样才会让别人肯定我。其实你们需要跳出这一个圈圈，你们的能量和你们的希望是无穷的，但同时，如果这件事情它已经不作用于你了，它是旧的能量，甚至你感觉到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件事情不 OK，我如果再去释放自己的能量，有可能会面临到的是不良的结果和不良的后果的话，你也需要去 cut off 掉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该拥有的，你如果觉得对的，那我们就去坚持，我们就去忠诚于我们的选择。但如果这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选择，也不要去惧怕否定和拒绝它。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是那种非常慷慨的人，你们是那种很多事情都可以办到的人，因此有很多人会依赖你，甚至感情对象也是一样的。但是你需要去理解什么是你想要的，你需要去做这个选择，你需要去做这个行动。因为你是要去引领很多事情的人，甚至是某一个行业，甚至是某一段感情，甚至是你未来的这个家庭及事业的那种生活和格局。尊重你的选择，也是尊重你内心当中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给予你的课程，去遵守这个承诺。这个承诺对待你来讲，它是跟一个人的啊。很多人我觉得是关于感情，同样也是关于你真实的自己的。Be honest to yourself。我们说我们要去勇敢，我们要去诚实。对，首先我觉得这个勇敢和诚实要给我们自己啊，而不是给周围的任何一个情形、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这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真的很强悍，我很羡慕你们身上拥有这种，火象的生命能力，你们拥有强大的神灵的庇护。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都是那种，你们应该在前世是战神，就是你们曾经战斗过，所以你们身上无论是男生女生，你们都有这种战斗天使的能量，或者说战斗的神灵给予你们的一些灵魂的碎片，让你们总是拥有那么多的勇气去克服现状和考验。跟你们的指导灵和跟你们的女神去祈祷吧。有一部分朋友，他是你家族当中的，你们家族当中的女性神灵，还有你祖先当中的男性能量，这两方面都是。因为我们抽到这个阿尔芬，它代表了有可能你曾经在物理上失去过，就某一世你失去过原生家庭的人，但是相反，你周围的神灵祖先和你之前的父母亲创造你这个生命的人，他们其实都是你的神灵和保护神。所以善用他们的能量去跟他们取得连结，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运和更加的具有勇气。因为你身上其实有很多，我觉得你有很多任务，这有可能不是课题了，它是你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它需要让你去勇敢，在千钧一发之时展现出你的智慧，去帮助和拯救一些人。你们的爱是无限的，你们的能量也是无限的。好吗？太阳 ，OK， 天平和一宫。对，我觉得很多人有可能在情感当中，有可能你遇见的对象反而没有你主动，反而会让你觉得有可能连结度是还不错的，然后你有可能也在去追求这种爱和美和平衡。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个阳光的勇气去打破一些原有的平衡。因为其实天平的代表平衡，但有的时候它也是业力当中旧有的能量，它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腐朽，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们真正的走出你们之前的一个格局去打破它的时候，这是天王星、狮子座和十宫啊。House 10，很多人我看到很多 House 10，你们的事业会在未来有一个突破，这个事业的突破有可能也会连接到你的感情，也就是说你们要先立业再成家。如果你们已经解决完了你们的感情课题了，大胆的去突破吧，你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创造者、生产者，或者是拥有自己 business 的人。
我觉得好神奇啊！这两张牌的能量很像，对吗？他们都有斗篷，然后这边女神的卡牌能量也非常的相似，对，对，就是这样。这副牌的朋友，好，我们解决到这里啊，我感觉到你们的指导灵太有能量了。我们最后抽一下啊，宇宙给我们的这个真言卡，看一下，在我们前世今生的课题里边，宇宙又给我什么样的指引啊？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创造出任何的形式，你们可以创造出任何你们想要创造的东西。如果你们心里边已经拥有了愿望，你们不要在那个愿望周围去默默的看着它，或者说我是不是无法实现呢？你们是魔术师，只要你们去拿出你们的底气和你们的实力，你们可以去创造任何的感情、任何的事业和財富的機會啊。显化能力和实践能力都非常强，好吗？好了，掉出来了。認められ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をここで捨ててみてください。ここで捨ててみましょう。好的啊。It's time to abandon your desire to be acknowledged. 或者说 It's time to abandon your desire to be understood. 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那些想法。那什么想法？就是我需要被人认同。我们不需要去为了别人，为了证明我们的实力去做给别人看什么，只要为了我们爱着的和爱着我们的人去生活，以及去做这些事情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可能现在在面临你们的一个瓶颈期和过渡期，但是你们的实力其实不会被任何的沙子所掩盖，因为你们就是金子，你们就是会发光，所以你们不需要别人去认同你们，去接纳你们，去觉得哇，这个人好棒，他真的好优秀。相反的，去做你们自己，去跟你们的指导灵和你们的灵魂家族进行连接，灵性团队进行连接，突破你们之前所有的障碍，去把你们真正的能量展现给宇宙看，这就是你们，好吗？哇，太有能量了。好的，第二副组牌的朋友，看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是我看这个应该是 Captain American 吧，美国队长，不管大家是这个漫威党还是 DC 党，这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所以就是送给大家吧。它这个意思就是 You don't need to prove anything to anyone. Just work for yourself and those who you love.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去证明任何事情给任何人，只要为了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所爱的人去努力、去工作、去做就可以了，好吗？我觉得这也是宇宙通过我想给大家的一句话。对，我觉得其实在这副牌当中，宇宙已经肯定了你们的实力和能量了。你们是战斗的天使，我相信你们都是战斗的天使。在未来，当你们离开了3D 的世界，你们还是要回归到你们的战神的位置上去啊！所以经常的去跟你们的指导灵去进行一个连接吧。这副组牌的朋友，我相信在未来你们会突然的闪光，你们就有雷电的能量，你们会突然的闪光，会把这个阴云全部都驱散，会让周围的人在这个闪电当中真正的看到你真正的所在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不是你的一次证明，你不是在去 prove 任何的事情。你正在去甩开周围人对你的认知和局限，去真正的理解你自己是谁，这就是你这一次成长，好吗？好的，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说到这儿，我们的卡牌应该都已经读完了啊，应该已经传递大家这个当中的一些精华了。每次我都会唠唠叨叨讲很多，对，因为你们的能量让我觉得很有生命力，真的也让我变得很振奋。然后 Stars 也愿意向你们去学习。对，学习这一份勇气，这一份能量和这一份坚强的责任。然后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希望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也照顾好自己，你们需要把握好自己的能量，而且坚定你们的勇气。祝福你们的生活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我选到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让我们再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和塔罗牌都已经抽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前世对于今生的影响。关于爱情、灵性、财富、生活，或者说是我们原生家庭以及人际关系当中的影响啊。我们突破这个课题的关键是什么？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我感觉到第三副组牌，你们的能量让我看到了很多稳定，很多忠诚，还有很多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平静与喜悦。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在这个阶段的话，这会成为你们未来的一个状态，这会成为你们未来修行之后的一种常态或者是结果。那今天呢，关于当下你们的这个能量，大家选择的这个神谕卡是 Earth Mother。大地之母的能量啊，你们是跟土元素很相近的人。从这个卡牌当中，我感觉到很多土象元素的人选择到了这一组星座，或者说你们星盘当中的一些相位，形成了比较强悍的土的能量，或者说你们的土星比较强，你们的上升在土象。大地之母在帮助你啊，去做一个精神方面的疗愈、成长，帮你成为一个grounded healer mentor。也就是说，其实你会通过这一世的能量去转换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更加 grounding 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美丽的灵魂和能量体。这个能量体会散发出疗愈的能量以及智慧，你将成为一个 mentor， 你将成为一个大师，你将亲手去创造你的财富、你的人生，通过你的智慧，通过你的修行，也通过你对于这一个地球和跟大地的连接以及爱。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我看到啊，其实你们的元素都是跟大地的连接很强的。你们有可能从小就会对待某一种创作呀、艺术啊等等很有感受和感知。有可能你喜欢写作，有可能你喜欢绘画Sanctuary， 这是你的一个避难所。也就是说，其实你容易让自己在喧嚣的城市里边藏起来。你喜欢返璞归真的生活，你喜欢古朴的方式，你喜欢跟自然连接、跟大地连接那一种韵律。有可能你从小到大就天生的对于某一种绘画、一种文学呀、艺术啊，或者说宗教，非常的感兴趣，而且你是一个创作者，你是一个会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笔去吐露你心声的人。其实你的生命之火一直都没有熄灭过，只不过你会觉得理解你的人比较少，你有可能也害怕别人去理解和了解到你的太多。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就是原生家庭，或者说天生的，你们就会带有一种内心的挫折感，或者说内心的不安全感。你喜欢封闭自己，你对于人有可能有一些 trust issue， 你有可能不会相信太多的人，有可能你希望自己通过创作的形式，通过言语或绘画的形式去舒展你的情绪，疏解你的情绪，因为你不是一个能够太多的用语言和用跟人的连接，让自己感受到稳定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能量让我觉得你们很像是天生的艺术家，而且你们有可能是比较排斥跟外人的连接的。不用说外人，跟人的连接，或者说深层的连接，因为你们在寻找的是自己，而且在这一世当中，其实对于你来讲，有很多 drama，或者说有很多，就是说像是漩涡型的那些问题和事件，容易把你卷在一些让你非常困惑的局面当中。你是一个心智非常纯洁的人，因为今天抽这张牌的时候，我们一起调出来的是一张 Lotus Flower 啊，这张牌让我感觉到。你们其实是非常纯洁的存在，而且你们有可能也是天生的对于自然、对于宗教、对于艺术，你们会有一种向往之情。其实你们的顶轮是开的，而且你们在散发你们灵魂的芳香。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不需要这个星球，或者说你们去接触的这个环境给你任何的一种肯定。你用的方式是你跟灵魂，你跟你的高我，你跟你真正的这个真我，以及你跟你的神灵的连接。对，这种连接会带动你，让你去找到那种内在的这个 inner peace， 你会去找到自己真正的落脚点在哪里，那也是你的归属感。那今天我们抽到的另外一张牌是 Wise Woman
of the grace，也就是说你人生当中所经历过的，比如说是一个祖先，对，比如说是跟你非常有连结的一个女神，比如说是跟自然非常有连结的你的一个指导灵，它正在帮助你，让你去走完你之前的一些业力的课题，然后让你找到你的这个内在的，就是说你的存在感、你的意义，以及你人生当中的至宝。这个至宝就是你的本身，寻找到那个真正的你。还有这个真正的你，它就像是一个宝物一样藏在宝箱里边，它也代表你人生当中经历过一个寻宝的过程，最终去得到的属于你的一个嘉奖。它也代表了你的智慧，也代表了你的财富。有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你是慢慢来的人，你让我觉得其实你的生活过得是很静谧的，你需要静下来，你需要真正的理解自己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需要被大地之母疗愈啊！我看到这些牌，其实他们都是有内在连接的，你和大地以及大地的母亲，比如说盖亚，对，比如说大地的指导灵，或者说，森林、植物，连接都是非常强的。那其实你也是这当中的一员，有可能之前你的灵魂在其他的维度当中去生活，或者说去感受、去体验的时候，你也一样啊，对于地球、对于大地之母有着无限的向往，对，憧憬以及感恩。你就是造物当中的一个，所以说你会热爱这个3D 的环境，你会喜欢来到这里边去修行。我觉得其实你是 enjoy 这个过程的，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伤心过，你有碎裂过，对，你有要去面对太多太多的事情。我感觉其实你们的精神内核非常的强悍，而且这一次的旅程，在今世的这一次旅程是在帮助你去完成某一个业力的环节，让你去找到自己啊。比如之前一段时间你一直都会不太肯定自己，或者说你还在这条路上的话，这一世你在延续上一世的课题，去完成这个真正的最后的那个据点，好吗？OK，我们下面看一下前世啊，这个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Trust and Faith， 我们抽到一张 Scribe or Writer，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在前一世有可能你们有自己的信仰，你们有自己，它有可能是一个宗教，它有可能是一个体系，或者说它是司法程序等等。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一直是这当中的捍卫者。你们也是非常具有个人信念的人，当你们真正的成为这当中的一员，你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忠诚，你们会把自己的热诚全部付出出去。很多人，你们有可能在前世遭遇过一些背叛和打击，你会有 trust issue 的原因，你在这一世要在一个避难所当中去寻求自己、寻找自己、完成自己，或者记录自己，都是因为有可能在前世里边，你所去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你感受到了背叛。你希望的是能够用更稳定的方式让自己感受到那种安全感。对，所以你有可能更倾向于大自然，你有可能喜欢小动物，你有可能喜欢植物，你有可能喜欢一个人读书，很喜欢享受自己静谧的时光。其实我觉得懂你的人，他们自然会懂你，但是很多时候你不希望太多的人都理解你在想什么。你们会有自己的一个精神的标杆和高度，并且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很世俗的东西，相反，特别俗气的东西啊。我们说什么是特别俗气？比如说珠光宝气呀，比如说奢华炫耀啊，比如说呼朋唤友啊，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不是你们在追求的东西。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的思想境界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让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在找的绝对是你们自己，就是那一个你的真我啊。那帮助你的是谁？帮助你的绝对是大地的母亲，你们的土的能量，你们身上的土的能量，你的 DNA 深处跟大地的连接。上一世第3副组牌的朋友 ，Scribe or Writer， 你是一个终其一生在伏案写作的人，有可能你写作的是一个文献，是一个历史的书籍记录，对，或者说你是一个学者，又或者说你是一个法律的编制者，等等等等。那第3副组牌的朋友，由于你们有了这样的经验，在这一世，你们有可能对于纸笔呀、书本的那种，或者说墨水的芳香啊，或者说一些特定的
比如说学问、绘画，你很有感觉、很有感受，因为你在之前的一世终其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这种感情和这种练习，其实你在这一世有可能更加轻车熟路的，有可能你爱读书，有可能你提笔起来就是文章，对，有可能你对出口成章的那种感觉。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你们是这一种要在这一世，或者说未来的那段时间或过去的那段时间，你都在去坚持一个任务的。你们很执着，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很多事情的旅行者，你们是这个星球的记录员。嗯，你们书写的不只是自己的情绪，也是这个星球的，也是人类的，也是你周遭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历史的那些事情的人。嗯，所以说我觉得第三部组牌的朋友，你们很特别，而且你们有一种文艺的气息啊。不管你们是不是在这一世，我还是喜欢写作，我还是在写书呀，我还是要干什么，你们身上有一种很浓重的对个人主义的这种文化的情节和气息。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这一世应该是在从事一些创作、艺术表达，还有就是你们其实喜欢美的，而且在逻辑上面可以给你带来那种美感的。不管你们是就是说文科还是理科，你们喜欢那种可以给你带来内心平静的，符合你的美感，符合你的逻辑和理性的，符合你的精神内涵的那一些智慧以及科学。但其实在这以外，更高的是你的灵性，因为你有很高的灵性，你有很高的这种，直觉和就是你跟宇宙的那种连接，你跟这种自然平静的这种连接是如此之深，所以你已经成为了平静的本身啊。嗯，并不是说大家已经佛了，佛了之后，然后就好吧，大家升天等等，不是啊。第三部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去坚持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当然也是一个课题。我们待会儿就在这个塔罗牌当中帮大家读一下课题是什么。先看一下前世遗留给今生的课题。在前世当中，由于你经历过背叛，你也在捍卫自己的理想和理念，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其实你的心中总是会带有那种伤痛，有可能是你非常尊敬的导师，有可能是你的父亲，对，有可能是你们这一个族系当中的族长，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国王。等等等等，你有可能非常忠心的去追随、去学习、去潜心的希望自己达成他的，比如说要求，或者说你的理想等等。有可能在这当中，你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或者说你看到这个体制的这件事情的另外一面。我们可以看到 Ten of Pentacles and the King of Swords，也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学习到，但同时你有看到一些事件、一些人的复杂面。对于你来讲，其实你有可能被比较严格的判断、判定、裁决和否定过。你们的理想，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做金融啊，你们有可能是在那种大的机关当中制定法律呀，你们可能做法官、裁判官，对，你们有可能是制定法律的人。但无论如何，其实你们都是从学生，你们都是从某一个人的 assistant 就助理等等做起的啊。对，我感受到，其实你有那种从内而外的平静和喜爱以及忠诚。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当你真正的在前一世受到了这些，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些待遇之后，你真正的学到了这个课，对，你真正 take that lesson，你真的学到了。然后呢，你变成了什么 King of Pentacles，你从一个 Page of Pentacles 成长为了 King of Pentacles。有很多人就是无论男性女性啊，在这一组都是一样的。你们如果是女性的话，你们也是非常强悍的女性，你肯定是有自己 title 有自己地位的，社会地位、声誉，对，你是有这样能量的人。所以说你有可能成为了某一个领域的权威，最后你跨过了那些考验和障碍，以及阻挡你的能量，你变成了一个真正你想成为的人。也就是说，你在前世其实是有成就的，你也是有福报的。你是有积累的人，你是这个地球上的老灵魂，你跟大地的连接非常的强，并不是说老灵魂就不是 Star Seed， 就不来自于宇宙了。我们应该说我们所有人本来我们就是宇宙，所以我们肯定也在其他的地方生存过，
我们有可能某一世在其他的国度、其他的文化当中生存过，那我们的某一世有可能在其他的维度生存过。但我觉得致富组白朋友，其实你们对待你们要去奉献的那一个国度，你们要去奉献那一个体系和组织，你们是非常非常抛头颅洒热血的。很多人你们就像那种学究型的人物啊，你们就很像是那种在学术界里边可以去帮助人类，或者说帮助了很多很多人的人，你们很受敬仰和爱戴。那在这一世当中，你们又给自己遗留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上一世当中，你在经济和财富当中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其实你一直在完全去遵守，甚至说你是一个非常想要去捍卫这些东西的人。而在这一世相反，你会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去用心体会自己内在这个 art，这个艺术的人，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生活的艺术家。有很多人，我觉得你在这一世是带着孤独来的，你选择了这样的课程，也是因为你业力当中有这样的一环，所以这并非是你在无忧无虑做自己的一个表现。有很多人，你们被动的要去面对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被动的面对孤独，甚至有些人，你们在面对一些经济的、事业上的瓶颈，经常会有。对你们来说，其实人生的早期啊，或者说年轻的时期，其实是充满了考验和打击的。有很多人，你们身上有摩羯的土星的能量，你们有可能就是说，在这几年当中，有可能也走到了你们的土星回归时期。当你们真正的就是说，在人生当中度过那些考验、最压抑的时期的时候，你们在未来是厚积薄发，会真正的反而去做你们自己。命运之轮在转动，我觉得其实你们在命运当中应该去做那种就是说优雅的、稳定的、从容的，像水一样、像土一样去散发自己、滋养他人的人。那你在这一世一定做成了。我们就在这张牌当中，我们又带出来3张啊，对，一起出现的。你这3张牌有可能是你们在这一世当中修行的成果。首先，你们会度过那些经济方面的考验，这是你们必须有的，因为前一世其实你们有可能一直是在组织和体系当中，或者说那种 community， 就比如说那个社团呐当中，所以其实你不会有那么多经济上面的困扰和担忧，但在这一世当中你必须有。还有就是你正在这当中去培养自己的那一种创造的、联想的、跟宇宙连接的能力。培养自己的感知和想象力，因为在上一世你的感知和想象力有点被封禁了，因为你有可能必须要去遵守什么，你有可能必须要去完成什么，你是一个旅行者和践行者，但这一世你是一个创造者，你再去创造的不是其他人的想法，或者说你不再去记录其他人的故事，相反你正在去创造自己的故事和你想象出来的那一些对，天马行空的能量。有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你们在追求财富的路上啊，你们正在越走越远，有很多事情卡住你们了，到了一个极点，到了一个绝对的那个绝对值，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命运主能转到最下边的一点，你就会否极泰来。当你否极泰来之后，我们看到什么 Seven of Cups，你会有很多很多机会，你会有很多宝藏，这个宝藏是从你的身上拿出来的。你是一个捧着圣杯的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话，你在通过不停的去解决问题，不停的去散播你的不管是作品还是你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去创造属于你的财富，你会为自己真正的鼓掌和满意。我觉得你在这一世其实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在上一世是，但在这一世的你，其实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为了自己而活着，而且你是一个在命运当中真正的会去接受那些，不管是主动和被动的，你去接受那些挑战，并且你也开始去理解了大地之母以及你的指导灵，或者说你生命当中那些女性的祖先给予你真正的帮助和指引。有很多人其实你们是很优雅的 Grace， 你们在优雅的，你们在从容的，你们在去体验当中淡定的去调整自己，就算你们最后不是10个圣杯，你也会非常满意自己取得的那一些嘉奖和成就，你是会取得成就的人，在这一世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其他领域跟上一世不一样，有可能上一世和上一世的上一世等等，你一直在践行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一世我觉得你选择的路是，你想去放松做自己一次，你想要在这一个灵魂之旅当中给自己一个假期，
你想让自己跟宇宙的连接是轻快的，并且是可以做自己的那种感觉，就不会被任何的条框去束缚。你做到了，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今生今世的这个课题，它并不一定完全是感情上的。一部分的人如果是感情上，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感情在度过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特别是你经济也同样艰难，财富和事业也同样面临问题的那个时期之后，你一定会取得你在感情上边的那一个让你觉得理想和满意的结果。这个人是你的命运之轮，也是业力当中的伴侣。还有就是他有可能和你一样，是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寻找跟自己一样存在的人，你就会找一个跟你比较镜面反应的人在一起啊。你们可以一起去度过人生的困难，去解决某一种问题，并且去达成你们对于财富和那种美好的艺术体验一般的优雅人生的那一种目标。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去云游四海啊，或者说你们可以一起去工作，同时在一起创造艺术啊，或者说你们可以一起去灵性修行。对，这个人他一定也是跟大地的连接很强的，或者说他的能量当中有包容人的水的土的能量。星座上来讲，这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土象依然很多。个别的朋友，你们的身上有这种偏摩羯的和偏水象的东西，就是水土两种能量了。极少的朋友，如果你们的星盘当中有一些风象的话，也是 make sense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们是那种会有快速思维和反应能力的人。你们会解决问题，而且其实你们在很多事件上都是一个很从容不迫去面对的人。你们会让人觉得你们的气场是很透明的，你们的这个 aura， 你们的光有可能是偏向于顶轮的颜色，对，是淡白色的、透明的这种颜色的，是闪光的。因为其实你们跟宇宙的连接，它来自于你们的顶轮，它的那一种我觉得是清淡优雅，还有就是你们本身让人感觉就很像是很像是个莲花上的居士啊，你们好像是住在莲花上面的一个小居士一样。对，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创造属于你们美的那一种享受。我觉得你们的人生里边应该是那种，要么就是审美当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的，品味很不错；要么就有可能你会蛮喜欢某一个学科、某一门文化、某一门书籍的。你有可能自己就会去创造一些什么，或你的动手能力蛮强的，有可能你去 DIY 一些东西啊，你自己有可能会去做出一些工艺品啊，对你有可能，对，就比如说女生有可能你的绣花呀、你的绘画等等都很棒，你有可能会去缝衣服啊等等。我觉得就是那种，就他不是在做家事，他是你在去做一个冥想。当你的手没有闲住，当你真正的去动手去随便书写、随便画、随便去做的时候，那是你的一种冥想，那是你跟大地连接和你跟自己的那个内心小孩和本我连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你们很特别，说实话，如果你们家里边有那么一个柜子，那么一面墙在放你喜欢的书，在放你收集的 CD，在放你喜欢的工艺品，或者甚至是你自己动手做的东西，真的很特别，很别致。而且你们是很有情怀的人，在你们心里一旦出现的东西，它会一直在你的心轮上停留，你们会把它真正的像相册一样珍藏起来。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感情并不是那一种，就是我会执着，我会心痛，我会怎么样？相反，其实有些人你们比较内向，你们甚至有可能在感情经历上都不是很多，或者你们有可能也经历过暗恋呐、或者说我会把一个人放在心里的那一个过程。说实话，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情感当中这个元素让我感觉到，你们有可能就是说会比较谨慎的去检索，或者说检视啊，sorry，检视一下自己目前的这个状态。而且你们是跟着命运之轮走的人，你们是那一种就是说会随着命运，会相信命运的人。如果命运给了你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命运让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如果命运让你往这个方向去走，你是会非常的从容和淡定的。我觉得有可能你曾经就内心打架过，但你在这一世并不是一个叛逆的反抗者，你是一个要把以前那些纠结
苦恼，或者说那些执念去释放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在当下这个人生当中，你们反而会变得，这是恶魔牌的逆位啊 by the way， 是张牌。那我们刚刚抽到的牌是命运之轮和恶魔牌的逆位，就一样嘛。所以我感觉其实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特别之处和你们的，就是你们身上会有那种让人觉得很不俗的东西。所以我在找这个词，就是很清新脱俗的东西啊。OK，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当中要突破那课题是什么？其实说实话，你们突破的课题绝对是出现在你们人生的前一段早年，有可能就是事业财富方面，因为我们看到了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但是当这个事情已经运转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这个业力已经来完了，好了，你承受的苦已经差不多了啊，然后现在你已经做好了你的一些努力，然后宇宙就会给你一个契机，让你去做真正你自己擅长的事情、满意的事情，并且取得你人生的成就。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看起来它是你的一个课题，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深层的课题就是你如何和大地连接，去找到你的这一个存在感和安全感，你如何去 grounding， 然后也散发出你顶轮的能量，去接受自己、肯定自己，并且找到你的内在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抽到这个牌 personal power 啊，多么，我的天呐，其实我很喜欢这副神谕卡的原因是，我觉得这副神谕卡当中所有的卡牌的能量都非常的强，它的绘画，它的这个 art，我觉得是，是非常高频的，好吗？OK，personal power，我觉得其实你们内心当中有猛虎，好吧？你们内心当中有龙，有凤凰，但其实呢，你们总是会把这些事情藏起来，藏在你们那个平静的、儒雅的，或者说小仙女啊，这个牌的女生小仙女，男生来选的话，你们是很儒雅的那种谦谦君子，就小王子那种感觉。对，就是小王子那种感觉，你们会藏起来。说实话，其实你们需要去不再羞涩的，不再胆怯的，去把你们内心真正的能量拿出来，宇宙在帮助你。特别是当你去寻找自己，去打开自己那个过程。比如说，其实你一直是乖乖的，但或者说你不愿意去表达你太多的情绪，不管其他人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些不良好的状况，或者说你有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trust issue 一直在你心里边，你不太容易去相信别人，你容易像一个闭合的莲花一样就闭起来。但其实这个宇宙也正在帮助你去寻找你自己，你的内心是有野心的，你是有斗志的，你是有野性的人。所以这个过程里边，你正在去让自己相信你自己充满这样的一个能量，这是你的一个指导灵，这也是你内心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你的一部分啊，因为你的指导灵和你的灵有可能是一起的，对，所以这是你的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抽到一张 True Love Reading 啊，这张牌是 Worthiness， 值得。我们可以看到啊，宇宙在创造你，把你创造成了这一番模样，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生命都是美的。有可能我们人类3D 的世界有评价美和丑的基准，看眼睛大，然后双重眼皮，它就是美的。然后，如果你是丹凤眼，有可能那你好有个性，或者说你应该是什么肤色，你应该是什么样的身形等等。这个牌的朋友，你要相信你值得一切的美好，而且你是宇宙这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非常美的一个存在。你跟大地一样，你跟很多花草树木、美丽的花朵是一样的。你要去肯定和欣赏自己的存在，你要对自己真正的就是肯定和理解以及包容。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2个镜面出现了啊，这个莲花也是镜面，也就是说，其实你们需要水的能量，你们需要让自己多去接近水，你们需要去看到自己，甚至有的时候照镜子的时候，你需要去给自己一方肯定。这个能量也告诉了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在物质上，你们在灵魂上，你们在感情世界里边完全值得。有很多人，我觉得有可能现在你们没有在修感情的课题，有可能你们在寻找自己啊，你们在学业当中，你们在事业的一个卡的阶段，但是你们要相信，你们值得被爱，因为你们很可爱，因为
我们如果肯定宇宙的话，你也要肯定自己的存在，因为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你被这样创造出来，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它内在的含义的。多去看一看自己吧，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一世当中，有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你们不但不愿意让自己自恋，相反的，你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掩藏起来你们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一些想法，或者说世俗的价值观给你们那些评价。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很多人就美而不自知，对吧？然后很多人有可能你们不愿意去张扬自己外表上的一些东西，这就是你照照镜子，第三组牌，听完这一个占卜去照镜子，对自己说 "You are lovely, you are lovable"，你很可爱，你值得被爱，你超可爱的，好吗？不管男生女生啊，要这样去做。而且，如果你们觉得我需要一些自信，我需要一些冥想，我需要在最近给我自己能量的话，对自己这样去说，这不是一种心理催眠，这是你真正的在唤醒自己和肯定自己的过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肯定自己，你怎么去拿出你的能量呢？那这副牌里边，宇宙也正在告诉我们的 Tree of Life，你的人生是一棵展开的，甚至是开放着智慧、开放着花朵的树。这是一个顶轮的牌，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无论是哪个轮呢，你们需要去平衡你们的脉轮，对，需要你们可以去做一个脉轮的解释，看一下你们应该如何，对，首先看一下你们的脉轮在哪一个方面会有一些问题，有些朋友有可能是底轮的问题，有些朋友是心轮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是顶轮，因为你的顶轮现在我觉得是开的，但是你们需要去接受更多的讯息的时候，有可能也需要去修复其他的一些方面啊。无论如何，这张牌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之树其实长得很茂盛，它跟宇宙和天地都在连接着，而且树的能量也是你们跟大地的连接。你们需要去稳定自己本身根基的存在，怎么去稳定它？看一下你们的底轮，看一下你们的脐轮，对，去把你们的一些内心小孩呀、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抚平，还有就是你们的身体问题，你们需要一些温补啊。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你们是需要那种真正的食补、食疗，你们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其实这个 Tree of Life，它有可能是外在的，有可能是内在的。所谓内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棵生命之树，它长在你的心里，它有可能会记录你每一世的那些过程，它像年轮一样，甚至它现在的一个生长状态也在，就说也代表了你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外在生命之树什么样的，无论男性的能量、女性的能量，对，无论是神的、人的还是动物的，其实我们都正在去共建一棵生命之树。它其实是我们在这一个星球当中所需要的养分，我们需要去肯定自己，并且也把自己的一部分的养，比如说我们只是上面的一只叶子，对，我们的灵性等等，我们都是一片树叶等等，我们需要去把自己的能量投放在这当中，嗯。不要去看低自己的存在，不管我们是不是这一片树叶，我们是宇宙的一片树叶，我们本来就是宇宙的一片树叶啊，我们就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粒。但你们的每一个脉络都是不一样的，你们在每一世，比如说我这片叶子，我的物质的形态掉落了，我在这个泥土当中重新的又变成养分，又在这个树上变成了一只新的叶子，一片新的叶子，或我开成了一朵花。这是你们都可以去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美好。还有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这一棵树，好吗？The tree of life，你们的生命能力，宇宙在告诉你们去肯定你们的生命能力，去稳定好你们的目前的这个存在，物理的存在、精神的存在、各个脉轮的存在，因为你们存在非常的重要，这是宇宙的一环。还有就是我组台的朋友，你们的女性指导灵，你们的指导灵在帮助你们去肯定你们的价值的同时，帮助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存在，寻找你们人生的瑰宝。这个瑰宝它是一个未知的，它在一个箱子里。但我觉得这颗红宝石它代表了你们的生命能量，代表了你们的个人幸福，代表了你们的财富。
当你们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方式去接近你们的目标，去打开你们的顶轮，去感知你们的人生轨迹的话，你们自然而然的这条路就会非常非常理所应当去通向你们的这个宝盒，哪怕它现在好像藏宝一样，但我觉得这个就在你们的人生的森林当中了。你们是跟大地之母最接近的人，所以大地之母一定会首先关怀你们的身体，还有就是你们的灵魂状况，你们的一生，还有你们的幸福指数。在这一世里边，因为你们拥有福报，并且你们选择了跟之前一世不同的路，所以你们才在这条路上再去肯定自己和要去寻找你们的内在能量啊。我觉得在爱情这件事上，在前一世，如果你我觉得在前一世当中，你应该是被伤害过，但你成为了那一个你想成为的人，这个伤害成就了你。那在这一世里边，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反而它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抽到了一张 Two of Cups，好吧，跟你一个相辅相成的人在等你啊。我们看到了啊，金币国王、金币皇后是吧 ？Queen of Pentacles、Six of Pentacles、Two of Cups，也就是说，男生朋友，你会寻找到那一个跟你相辅相成、非常稳定的人，具有财富指数，也很 grounding 的人。那如果是女生的话，你自己就会变成金币皇后，你会找到你的灵魂伴侣 Nine of Cups，一个守护你的，给你实现人生理想的，陪你去体验这一次旅程的人。我觉得你们的感情之路不会那么drama。如果之前一个阶段很drama，只能代表你们这片树叶还在嫩绿的阶段，你们需要让自己走到你们自己的这个 Queen of Pentacles and King of Pentacles 啊，金币国王、金币皇后的阶段。当你们的事业一旦稳定了，或者说你们的个人成长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期，比如说我开始离开了学生生涯，我开始工作，开始成熟，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见这个人，在你的旅途上，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就会遇见这个人，灵魂伴侣，好吧？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关系。好的，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啊？好 ，The Sun in Reverse, Seven of Swords。我们再抽一张。这是 The Hanged Man in Reverse， 第二人牌的逆位啊。宇宙在帮你们，在你们青涩的时候，去用新的角度看待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付出了很多，甚至你们没有被真诚的对待。你们有可能在一个阶段里边付出的比得到的多得多得多，甚至有可能这会变成你们生活的常态。你们总觉得幸福好像不会到来。但其实，当你们转换了视角去看待很多问题，甚至换了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时候，你的内在能量 distress 啊，这张力量牌就出现了。力量牌就是你的 personal power。这两张牌我们看到了什么？对呀，森林之王嘛，对吧？你就是拥有森林之王的人，而且你是可以以柔克刚的。去降服你内心当中猛兽，或者说你周围出现那些硬性的阳性能量的人，你会以柔克刚。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宇宙告诉你就是拿出你的内在的能量，就是首先你怎么拿出来，肯定自己，还有就是修养好自己，还有就是打开你的顶轮，跟宇宙多去连接，去了解和热爱自己目前去坚持的，并且你们需要坚持，然后也可以在那个阶段适当的去收敛你们的付出。如果是投入事业的话，用一些聪明的方式，因为出现了宝剑7号 Seven of Swords， 对，你需要去观察一下周围人的诚实度。如果是在关系当中的话，你会理解到首先你值得被爱，再者就是你会自然而然的将这些属于你的事情吸引到你的生活当中，这是你的吸引力法则。我们今天抽了神谕卡 Sailor's Call，这张牌是 Cycle 当中的第二张，第一张是 New Beginnings。我觉得其实宇宙正在告诉你，你想要去实现的一切正在往那个向上的阶段去走，但是这张牌也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也就是说当下这个能量是怎么样的，
我们呢，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们的字要一笔一笔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你要向着那个光明，你的海岸，你的远方去进发，然后完成你当下该完成的每一件事情。就哪怕生活有的时候是平淡的，我觉得其实你平淡的生活里边永远都不缺乏传奇的色彩。还有这张牌 Angels and Ancestors， 祖先和天使的神谕卡。High Priest Intend and Create。 我觉得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人生当中有这么一个指导灵，你的灵魂跟他有着很强的连接，他有可能是你信仰宗教当中的牧师或者大祭司。曾经你的一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有可能你追随他的脚步，有可能他是你的祖先，但无论如何，他正在告诉你，让你去决定和创造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拿出你的内在智慧和能量出来。你已经得到了这个 approval， 也就是说，你得到这一个 approval 怎么讲？允诺，或者说承认吗？小宁日语的话 ，anyway 啊，我就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肯定自己要做的事情，你需要去允许啊，对，允许，你需要去允许，我自己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已经拿到了宇宙的指导灵的高我给予我的这一个权杖，给予我的这个盾牌，给予我的这一个魔法棒，我要去实现它。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正在做的，你们想要去做的事情，它是可以成真的。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去创造的，你不是在去履行什么样的一个规约和条文，做着一些旧的事情。相反，你正在去创造属于你的新的事情。你已经得到了允许，你已经得到了 support 支持。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东西。在这副组牌的朋友里边，我觉得其实你们受到瞩目的，但是你们有的时候其实并不肯定这一点，有可能你们也正在一点点去探索，你们很谦虚，你们很认真，你们潜得很深。You're deep diver， 你是一个潜得很深的人，但同时你需要让自己浮出水面，你需要让自己适当的站在舞台的中心，让周围的人看到你在做什么。其实你们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当你们真正的去高调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同时也要让自己充满了自信心。这是你们应该去给自己的这个 inner power 啊，你的这个 worthless， 你是值得的。再者就是你是有能量的，你是会被看到的，好吗？OK， 好的，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 Astro Dice， 我们看到的是冥王星 Pluto 金牛的6宫，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你们好像在鞠躬尽瘁的做一些属于你们的人生的事情，而且它是需要你们去打破一些瓶颈的，有可能是关于财富的。如果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它也是一层考验，甚至是偶尔你们也会碰到一层虐恋等等。我觉得你们需要去相信和肯定自己，而且有的时候你们不要一味的付出，付出到一个极限，让你们非常的累。你们需要转换一个视角，聪明的做事情。这边是太阳，一样是金牛啊，然后还有7宫。这副牌里边朋友很多金牛座和天蝎座的对宫在这一组里边，你们会收获非常好的合作，你们会收获贵人，你们会收获财富。如果是你们在找工作和换工作等待机会的话，你们会有好的 offer 和好的这个项目等等。有很多人你们的这个感情关系会暴露在阳光底下，你会非常稳定的去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甚至是婚姻。这个连接让我觉得，其实你们值得在3D 世界所有的美好，而且所有的稳定，所有让你感觉到阳光的正面能量的善良的事情发生在你的人生当中，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能量和福报在你的人生里了。多跟大地之母去连接，让你的生命之树更加的繁茂，更加的枝繁叶茂，开在你心灵当中，开在你生命之树上面的花朵，让它去绽放了。Earth Mother， 你的这个大地之母，或者说你可以跟盖亚，或者说可以跟你祖先当中的女性灵魂
女性祖先进行连接，不管他是谁，anyway 你不知道，就是对于说外婆的外婆的外婆是谁，但无论是谁，你都是他的孩子，所以说你的祈祷，你的这个愿望，你需要被帮助的能量是会被接收到的，是会被帮助的，好吗？你是会被接受的，好。所以我们抽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真言卡，看一下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这句话和指引。大胆的、自信的为自己发声啊！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好，看一下啊，这句话是什么？思いやりの心はあなたにとって永遠の財産になります。哈，思いやりの心啊，善良啊，或者说为他人着想的这颗心，是你永远的财产。A kind heart is an eternal asset。哇，善良是你们永远的财富哦。我觉得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就是让我感觉到你们非常的善良，然后你们是那一种就是诚恳的、朴实的，同时又有很多光芒的人。其实你们会为周围人着想，这一个能量会帮助你们，让你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顺利的境遇，也会有人帮助你们，甚至是你们的神灵也在帮助你们。自信的去肯定自己，拿出你的内在智慧和能量去拥抱你的人生吧。有可能上一世就是给你遗留了一些问题，让你去肯定自己的问题，让你去理解自己的内涵和存在的问题，让你去把那些负面的、伤感的，或者说想与世隔绝能量抛除掉的问题。对，去做自己就可以了。你们不必逼自己去如何的外向，也不用逼自己去做一个如何高调的啊，就是说超凡脱俗的，或者说是我一定要成就怎么样一番事业的人。平静的去享受这个人生，平静的去活在当下，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宇宙给你的帮助和指引。这就是属于你这一世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因为你是这大地上的一个频率，一个好的频率和好的元素，所以很多这样好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这个星球才是美丽的星球，对吗？所以你非常的重要和珍贵。好的，第三副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卡牌也读到这里了。很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啊，让我看到了这样，我感觉我就充满了感恩的一个能量，因为你们的身上也有很多感恩，很多的善意。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些好的能量继续带给这个星球，并且这个好的能量也会支撑你们，让你们真正的成为你们想成为的那一个稳定的，足够幸福的，也足够爱自己、肯定自己的人，好吗？OK，今天就看到这里了，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